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王鹤棣新剧差评一片，观众给出的理由出奇一致。如果你看过《浮屠缘》里那个权倾朝野的萧掌印，就知道王鹤棣有多阴柔狠辣。在复仇的心绪下不断攀权，从忍辱负重走向权倾朝野，踏着最狠的步伐，驻步阴楼险过殉葬朝天女一关，二人在心惊肉跳的情爱中陷入一段浮屠劫中。炸裂的演技让观众臣服其中，更有人给他贴上了厂花的标签，一时对他这一太监精髓演绎的谬赞。而近日又一新剧《今日宜加油》上线时，王鹤棣的人气、陈钰琪的颜值、郑恺的演技，更是让粉丝期待值直接拉满。更有袁文康、张绍刚坐镇，所以上线不到2小时就直冲新剧热度飙升榜第一。本以为他会是世纪狂飙之后的黑马，但现实是，王鹤棣之前一向奸诈的狠角，却转而成了无脑的白马帅，惨遭网友诟病。难道王鹤棣也要转向黑红的道路吗？本想靠着强势阵容狂圈一波粉，却没曾想，今日宜加油刚上线就差评一片，01漏洞百出，啼笑皆非。今日宜加油翻拍自韩国经典漫画高斯电子公司，以企划3部的小人物视角，去诠释一个个平凡打工仔的日子。从企划3部与1部的竞争到上司的故意挑刺，揭露了职场中的众生相。一个陷入职场黑洞的打工仔李天然、郑恺是一再和糟粕的职场现实做着挣扎。而女强人范思思、陈钰琪是的闯入，打乱了李天然的心理平衡。更有选择奋斗的纨绔子弟白马帅王鹤棣是以一场场啼笑皆非的闹剧揭露了职场黑暗。其实这种极具反差性的设定，喜剧和现实的冲击，本可以让今日宜加油打出职场喜剧王炸。更何况这种小视角的入手本身就十分有看点，但过于遵循原经典中的韩系化，以至于让原本的剧情细节介入了浮夸的成分，一度丧失了本土化的绝对优势。或许是想承接经典的细节，但实际是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例如剧中对吴艺美的塑造，作为企划3部的部长，冷面热心肠的性格无疑是他的一大亮点。但是这部剧却依旧保留原著中做过多次整形手术的设定。尚且不说国内观众对于整容的争议，但是吴艺美因为整容而不能做任何面部表情，却显得实在有些浮夸。很显然，这点与本土化实在不相关。另外，剧中郑恺饰演的李天然，算得上是一个典型的打工仔。好不容易熬过了职场的1700天，却没能挺过升职前的空降，被范思思抢了位置，升职不成，还多了一个女上司。看来这部剧也没躲过空降的套路，硬生生做了一次无效的剧情反转。此外，剧中对李天然和范思思欢喜冤家的设定更是缺乏新意，剧中更是玩坏了谐音梗，也把观众玩走了。比如企划部长于其淼的名字代表了7秒钟记忆，李天然实际上是天意不使然，升职失败。又或者是历经多次整容手术吴艺美，纯粹呆傻的高富帅白马帅。人家喜剧演员耍谐音梗耍的是情商，今日宜加油中的谐音梗反而像是拉垮了观众的智商。但让网友不能忍的就是王鹤棣在这部剧中傻白甜的演技。王鹤棣之前的狂拽人设
要彻底崩塌了。从前的王鹤棣一度疯批，光是出现的1秒钟，都足够让观众垂怜其中。例如《苍兰诀》中阴柔又狠辣的东方青苍，《副图园》中溢满心机的萧掌印，一副谄媚嘴脸下尽显阴冷的戾气。但王鹤棣在这部新剧中饰演的白马帅，强烈的反差下只是显得有些先天不足的傻感，并没有生动诠释出原著本身对于角色的设定。真正的白马帅不仅仅具备纨绔子弟的特征，还应该具备在富裕家庭下应有的那种审时度势的眼力。然而剧中的白马帅遭乱出鞘的发丝，痴傻的表情，又或是偶尔的挠头冲棱，显然与这个有点心机却有所保留的职场小白有些许格格不入。浮夸的剧情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放着家中千亿资产的财产不继承，跑来小公司体验人生，开着比老板更好的豪车，却是一个职场小白，出身豪门家庭，竟不通一点人情世故，身价过亿，却不会使用自动贩卖机，上班带着司机，竟也是纨绔子弟的奋斗史。此外，剧中搭老总电梯的片段，更是透露出一股过重的表演痕迹。当时白马帅刚来公司，面对电梯中的董事长，公司人都折返了回来，他却一个大跨步，直接搭了上去，成了公司中唯一的独角兽。作为一个新来的职员，不会不懂审时度势这个词。电梯中一副坦然自若的神情，瞪大的双眼，与董事长勾肩搭背的场面，不仅没有表现出其中的反差萌感，反而纯粹是为了搞笑而搞笑，故意凹出的傻白甜人设，让影片缺失了职场剧的真正内核、升职与竞争。02演技挤眉弄眼。今日宜家游剧本身对王鹤棣本身疯批形象的魔改，就已经足够劝退观众了。女主陈钰琪的瞪眼式演技，更是拉低了整部剧的格局，惨遭网友诟病，女主真的只会瞪眼珠子吗？在剧中，陈钰琪饰演范思思，一出场就挤眉弄眼，本身眼睛就又圆又大了，还要瞪着眼睛吐台词，整个画面五官乱飞，空洞的眼神没有一点角色的精气神，更是让人感受不到哪怕一丝丝的情绪。就比如范思思退群的片段，刚和李天然一顿怒吼后，就紧闭门气冲冲去了沙发上退群聊。剧中范思思全程的气氛，陈钰琪全靠眼睛的一收一缩来表现，差点以为她是个近视眼，一度让人出戏。网友都按耐不住的吐槽她演技太木了，这次又将烂演技玩出了新花样。和领导装病一幕，更是一副强呕吐的画面，并没有演绎出心脏病的真实状态。不得不说，拍了这么多戏演技还这么差，怎么能不算一种本事呢？但早之前的陈钰琪，不论是锦绣未央中那个古灵又娇贵的九公主拓跋迪，还是香蜜沉沉烬如霜中那个爱恨分明的魔界公主刘英，亦或是新倚天屠龙记中凭借一袭红衣惊艳四方的赵敏，都展现出了她身上独有的那种灵动美。可如今岁月的沉淀，却只留给了她演技脱节吗？按理来说，2016年就崭露头角的陈钰琪，更是拿下了年度新锐巨星的奖项，不会不知面部的表情和管理。可如今浮夸做作的演技，到底是她对角色理解出现了错误，还是她本就担不起大女主？自从2022年，不论是镜双城里的太子妃，还是浮屠园中的步阴楼，她对角色的诠释，即使戳个筷子，上个调，都表现得非常浮夸做作，被网友清一色的吐槽为一个眼神无神、不带情绪的木头人。剧情本身也存有大漏洞。
角色设定是空降的女强人范思思，可实际被她演出来的却更似一个不想加班的社畜小白。老板给她交代任务时的抵触，硬凹出一副带点委屈又刻意献媚的神情，语气里却溢满了威胁，比老板还硬气。而全剧最拿不出手的一个角色，就是郑恺所饰演的主角李天然，只能说这个角色和他实在不贴合。剧中升职失败的打工人李天然，代表着职场黑洞。可在郑恺的表演下，一副眼镜尽显儒雅文弱，并没有角色本身应该要演绎出来的倒霉香，反而给人一种精明的既视感。过重的表演痕迹，也成了他的一大诟病。不论是皱着的五官，还是无奈时撑着的脑袋，举手投足间都不是很自然。也许是这些年他频繁现身各大综艺，导致在影视剧领域没有重大的突破。不接地气的表演，实在无法把角色立住。今日宜家游本想借着王鹤棣的人气、陈钰琪的颜值、郑恺的演技爆火一把。然而不论是浮夸的剧情、呆毛造型的设定，还是选角的失败，都注定他挤不进热剧榜单，无法接档狂飙热度，更不够资格超过以往的职场热剧安家、精英律师等。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